欢迎光临歌舞城。好，准备，3、2、1，走，继续快速甩，大爷走。3、4、5、6、7。到这儿之后，他俩不是到了之后，你顺势，他俩这样拍一块儿，弄镜头，你顺势这样甩过来，甩过来之后，他拿那瓜子砸你的时候再甩。我以前拍的 MV 都是一个靠他们自身的表现力来撑这个整个 MV， 然后这一支主要是需要有很多人的配合跟表演，还有机器走位，还有外加上还有一个问题是胶片。2、1，动起来！胶片一定要准确，所以我们前期排练花了非常多的时间。因为是这样，你过了他们之后，你赶紧想离开嘛，把那个情绪给展现出来。后面。我当时第一次听这个，听到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这个歌挺华丽的，但是反而你做出了不是观众预拍的感觉，可能会给他更多的惊喜。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苹果，你去吃的时候，它这个苹果的味道反而不如你吃的苹果，但是它这个香蕉的味道更有意思一点。就是想说拍一个风格化强一点的，糙一点，地下一点，但是这种糙最后给你的感觉是温暖的，有温度的一个画面，所以胶片反而是特别重要的一个。最早接到 brief 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众生相的概念嘛。人有形形色色，性格不同，这些人聚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可能是我们心里面每个人心里面想的自己的另外一面，就是融在了这里这个歌舞城里。2、1，放炮！刘小姐，赶紧走！哎，我走，干什么你们？哎，走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跟刘小姐我们熟着呢。这腿脚一点毛病没有啊！我可动招不走了啊！这张专辑，它说白了，它里面好多歌其实是想对这个社会的某种诉说。每个人听到这张专辑以后，会达到一种共鸣。生活上你遇见形形色色的人，你不可能永远都特别真实，也不可能永远都特别虚伪。就在这种来来回回的切换之间，有不同的人生感受。这个效果是后头剧场回到家里以后倒水那个时候放在看。这个啊，后面还有更重的，这太重了，太惊悚悬疑那种感觉。这个多少有点大，看看能不能稍微清脆点的这种。哎，这行特别好。这让我浪心就开始了一系列专场。从电影上面来说，它有一种音效音乐化，你又想让观众感觉到很刺激的开头，同时又要保留舞台的整体的质感，很难能找到这个平衡点。没给说过。修改过太多次了，我都记不起来了，真的。咱俩每次的碰面至少得有15次了吧？因为公交车那个第一步那台阶它肯定高，你会稍微有一调整一下，然后这一步迈上去，然后在这儿啪打卡，然后往里走。不包括线上咱们之间的沟通，我觉得哩哩啦啦怎么也得50、60。咱们好像就改了一次。哎，咱们改过吗？其实我怎么没觉得咱们改啊？这个非常能气死上一个。要么那个方块，你看，比如这个会议室压缩到一块儿，打开之后里面会有一些灯啊，或者那种细节。就这个说那个垃圾压缩一堆，我觉得是得有点特别明显的舞厅的元素。真的叫狂想。这张唱片有没有怀旧的部分？还蛮明显的，好像到了这张碟以后开始就是突然爆发了，之前没有说过的话在这儿一次性补全。我会喜欢那个东西，但我在想，就是到我这岁数以后，是不是到这儿就断了？哎，好像没断。他想漏一节，你还别全部吃掉，你还是得漏。你本质是提供多样性，大家都做方形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做圆的？就是你好像在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，然后你又跨过去了。
它诞生了一些可能此前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我蛮喜欢这个团队的地方在于，好像大家愿意勇于尝试，然后愿意做一些超乎规格的一些事儿。那在我的工作里面，当然有大量的合乎规格，好像在这个地方不全然适用。八方呼应，他只扎过风云，眉目传情，略是桃红眼影。人造的花瓶，叫谁一掷千金？翻销过境，沦为北京。我觉得这边不错，但这边的那个叫谁一掷千金，这个金你来一个干脆的，我听听看会不会更好，好不好？我喜欢多来，我喜欢多来，因为我觉得多来可以有更多的，我可以挑，但是后面会要放开，感觉要难唱一点。没事，我喜欢一遍遍来，一遍遍找。我一直跟他说，就要那种残破的那种感觉，一定要破，你就在不断的修改、重唱、重录。前面都还挺好，副歌你就得夸张，你的冷白，就得走，这样不晃。你别看我们合作这么久，我始终觉得没法用语言和千玺交流，就是肢体的、表情的。他是一个闷饼，你知道吗？他根本对特别社死，信息输以后没有任何特别社死。但是他给你的那个反应是让你极大的满足的，是因为他在歌里表达了，哎，我接收到你的信号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这个歌词，你沉浸在主角戏院或者是主角剧院？剧院，我觉得躲闪吧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就可以。哎，正好结局，第一章是小千玺，第二是刘彦增。他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就越来越清晰。但是过去就是他是这个范围。你可记得那一场学做大人？简单从那个歌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对我来说就是越来越走根源，特好。流行音乐就是这样，就特别自我，特别个人化。所谓的商业的成功，都是因为你的个人化不幸击中了所有的个体，但最原始是从这儿往外出的。这个车特好，哦耶，哦耶，啊，听一下。车开过了一座城，摇晃的灯，你漂浮过那段旅程。他的作品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流沙感，风平浪静的，然后你走过去的时候就一下子陷在里面。他的音乐是从他的心里唱出来的，所以音乐的音加上这个心灵的心，就是意义的意，他要传递的这个 message 特别的强，特别有画面感跟故事感。从家门驶向前程。我怎么去想象刘远春？要不要直接对应到演绎者这个等号？好像有一点含混。哇，那他到底是谁啊？他到底是谁啊？我还是觉得刘元芬是我们所有人交集的那个点，就是刘元芬，他是一个缩影吧。听这个名字来说，每一个很渺小但胸怀很壮阔的那种普通人的样子。我其实一直觉得是个魅力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在我心里，实话说，有点像是我妈，感觉她这一天过的这个喜怒哀乐这个情绪，全都表达过一遍。这一天的旅程，她每一站都不怎么停，到站释放，然后出发又去下一站。我可能去看看她的那个小房间，那小房间是她的一个港湾，她不用去装着，她在里面就是她可以很自己、很自我。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想自己该想的一些问题，它是一种很安全的一个避风港。我觉得刘彦芬和千玺一样，是能跟过去的回忆当中的疤痕，以及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刺，以及未来生活当中的阴晴圆缺，都能够平和相处的这么一个人。就你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，任何一个瞬间，你都可以感受到3种时态。车开去哪儿？
异乡人从不追问安归的梦，心在夜深，满身的灰尘。哎，老王，今儿个是大风雨情，不让动电焊啊。天真，心的与你同城，像叶子被痛针锋亲吻，我与你共乘，在微梦里相认。你可记得那一站学做大人，从此路就没有回程。风景多变更，稀薄了笑声，车停了又走，快乐